在加紧收缩对华包围圈之际，美国债务已突破上限，全球掀起抛售美债热潮。金融机构预测，中日还将再抛售7000亿美债。俄罗斯上过的当，我们不能再上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中日抛7000亿美债，美债搭上限危机，俄罗斯上过的当，我们不能再上。最近，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越缩越紧了，原因也很简单，美国经济开始逐渐崩坏，俄乌冲突的红利也早已吃完，美国必须要整点新动静出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一趟亚太之旅就敲定了2件大事儿，一个是要在韩国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一个是推动了菲律宾再开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美国的这2个动作很显然是在缩小对中国的包围圈，越来越触及中国的底线。但这种激进的战略政策也暴露出了美国的内部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目前，美国债务已经达到了31.5万亿美元，突破了此前设置的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而且，在此之前，美国相关部门已经做出了预估，2023年财年，美国或将再形成3万亿美元的赤字，国债总额将趋近乃至超过35万亿美元，危机在所难免。这说明美国债务超过上限，它并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趋势。美国的经济还将继续崩坏。那现在债务超过上限了，美国怎么办？很简单，继续提高上限就完了。近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国家债务达到上限一事进行了首轮磋商。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称，磋商结果并不理想，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最后，拜登和麦卡锡只能同意再度提高债务上限额度。在我看来，磋商只是一场作秀罢了。最后的提高债务上限，早在去年就已经普遍被外界预测。毕竟这招，美国在过去的80多年来已经用了104次。屡试不爽。但是说到底，一直提高美债上限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美国的信誉基本上是崩盘了。在过去的1年里，全球央行进行了连续10个月的美债抛售。在美国国债的前30大主要持有国中，至少有26个国家在不同月份进行了大量抛售美债的操作。注意，这也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趋势。其他国家暂且不提，就说我们中国，作为全球第1大美债持有国，去年1年的时间，中国累计抛售了1712亿美债，在突破万亿大关的同时，直接来到了8开头的水平。而日本呢，作为全球第2大美债持有国，更是在1年内抛售了2400亿美元。虽然中日2国抛售美债的目的不尽相同，但给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可是一样的。而且中日持续性大规模抛售美债的行为，直接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抛售美债的热潮。对于这种情况，美国金融机构也表示不容乐观，甚至一度预测未来中日2国可能还得再抛售共计7000亿美元的美债。虽然今年以来中国还没有明显抛售美债的意向，但就中美目前的关系而言，继续抛售美债的可能性很大。说白了，购买美国国债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不仅要考虑美债的风险和收益，更要权衡与美国的合作关系。现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中国继续抛售美债也是理所应当的。毕竟去年美国将俄罗斯踢出了国际结算体系，冻结俄罗斯大批海外资产的行为还历历
在目。俄罗斯上过的当，中国可不能再上了。战场上我们要总结经验，战场外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